玩游戏是一种复杂又令人兴奋的行为，娱乐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一个特征。动物和人类一样也会玩耍吗？让我们一起来破解动物行为的未解之谜。玩游戏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最有趣的活动。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玩游戏，或者是看别人玩某种游戏。几百年来，娱乐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一个特征。如果动物王国里的成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那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动物和人类一样也会玩耍，但是要了解真正的原因，还需要科学的解释。让我们一起来破解动物行为的未解之谜。非洲，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这里演绎着自然中的不同传奇，捕食者与猎物之间发生着残酷的生存之战。但是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讲述这些不寻常的故事，而是要制定游戏规则。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些淘气贪玩的猫科动物。一群狮子正在嬉戏打闹。动物行为学家是专门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家，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适合动物游戏的条件。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动物学家一致认为，动物玩耍至少要具备以下3个条件。首先，良好的健康状态是玩耍的基本前提，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会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玩耍。第二，玩耍需要消耗很多，可以说是相当多的体力。所以，把积攒下来的体力用于捕猎或者繁衍后代这些更有用的事情会更有意义。但是不必急着下结论，因为科学家认为的第3点就是，年幼的动物通常比成年动物更爱玩耍。这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年幼的动物无需承担捕猎或繁殖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它们可以尽情地玩耍。尽管这些事实不可否认，但我们仍然发现，许多动物即使到了成年也喜欢玩耍，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看过一些经典的纪录片，其中展现了成年母狮依靠团队协作捕猎，保证自己的狮群能吃饱喝足的故事。成年狮子捕猎时，幼崽们仔细观察，学习捕猎技巧。不过，总会有个顽皮的小学生翘课，直接奔赴战场。
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绝对符合玩耍的3个先决条件。但愿下次有好运。这种练习似乎对于年轻、健康、精力充沛的小狮子的未来非常有用。可能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变成名副其实的捕猎英雄。我们都知道，年幼的动物玩耍是为成年后做准备。但是其实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最贪玩的小狮子一定会成为最好的猎手。如果2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玩耍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只能确定，它们的确是在玩耍。至少可以这样理解，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说明原因。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喀麦隆的丛林与大草原大相径庭。这里的环境能让我们真正了解动物是如何玩耍的。真是幸运，我们来的正是时候。也就是说，在我们继续探索之前，应该准确定义一下动物玩耍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玩耍是指动物自发的、重复的、夸张的、无序的、没有目的的活动。换句话说，与进食、睡觉或交配等具有明确目的的行为不同，玩耍不会直接影响到个体或种群的生存。这只黑猩猩幼崽正围着它最喜欢的大树转圈，似乎印证了以上的定义。它自己选择这样做，而且这种行为显然是重复、夸张、不协调的，看起来没有任何目的。那么，这种奇怪的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多年的研究表明，玩耍确实能给黑猩猩带来长远的好处。它们可以通过这种行为来考验自己的体能的极限，提高反应速度，加强肌肉的力量，同时增强耐力。但是，这个淘气的小家伙在玩耍时是否带有以上的目的呢？你知道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亚洲大陆的最北端已进入地球上最寒冷的冬季。北方针叶林每年有长达5个月的时间被冰雪覆盖。这里的气温低至零下50摄氏度，现在正是名副其实的寒冬。春天终于到来，冰雪消融。
这是万象更新、万物复苏的季节。此时，另一些动物也从睡梦中醒来。棕熊母子已经结束了冬眠，母熊和幼崽刚刚从冬眠的洞穴中出来，对路上的一切都感到好奇新鲜。玩耍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当你精疲力竭的时候，最好立刻停下来补充体力。当然，他们填饱肚子后又要消耗体力。动物只有在进食、睡眠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参与游戏。它们在压力较小的时候会去玩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玩耍是体现它们的生存状态和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只从外表上看，这两只小熊处于最佳状态。有时，棕熊妈妈也会和幼崽们一起玩耍，但它们并不是在消磨时间。和家庭成员共度美好时光，有利于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系。对于这些幼崽来说，这是决定生死的问题，因为它们在出生后的头2年要完全依赖母熊才能存活。然而，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可以尽情地嬉戏打闹。随着天气转暖，成年公熊已进入发情期。现在，它们不停地嗅来嗅去，寻找配偶。体型高大、性欲旺盛的公熊是小熊将要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对于公熊来说，小熊会妨碍它与母熊交配，它要除掉这个障碍。所有想要逃离的棕熊都会设法藏身，但是有一样东西却是藏不住的，那就是它们身上散发的气味。对于急于交配的公熊来说，气味是很容易跟踪的线索，跟着气味很快就能找到母熊。
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小熊无法爬得更高。母熊毫不犹豫地保护自己的孩子。科学研究表明，小熊越是贪玩，活过1岁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母熊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幼崽的安全，也许这与它们在一起玩的游戏有关。哥斯达黎加的雨林深处，世界上叫声最响亮的动物即将登场。这是吼猴。在8000米之外的地方，也能听见这些猴子的叫声。它们高声吼叫，大概意思是：走开，这棵树是我的。或者是：我不喜欢打雷，吓死我了。也可能是说：小心，有危险。暴风雨结束，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现在，这群吼猴可以放松下来寻找食物了，当然也可以玩耍。下面这个例子说明，成年吼猴也会玩耍打闹。但是吼猴如何判断对方是在玩闹还是动真格的呢？和大多数动物一样，吼猴也会发出信号来表达自己的情绪。高声吼叫是吼猴表达情绪的方式，比如放轻松，朋友，我只是在玩，我不是真的生气。但是，由于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往往有所不同，有时无法进行明确的判断。所以，吼猴会露出微笑的表情，表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发生冲突，我们称之为游戏笑脸。虽然只是一次愉快的嬉戏打闹，但是从30米高的树上掉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心！如果我是那只吼猴，就不会相信那根树枝。啊，他告诉你什么了吗？
对于吼猴和棕熊来说，玩耍显然有一定的风险，有时甚至可能是非常危险。人类父母会告诉自己过于调皮的孩子，这样不会有好结果。其实自然界也是如此，如果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或伤害毫无防范，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好险！侥幸逃过一劫。但是在众多物种的进化过程中，像玩耍这样危险而又消耗体力的行为是如何延续至今的呢？这可能对动物的生存有一定的好处。让我们回到非洲，在非洲大陆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腹地，猛家族中最小的成员有自己的办法来应对玩耍带来的危险。虎猛轮流站岗放哨。一群虎猛到洞穴外去觅食的时候，总有一名哨兵站岗。知道吗？这可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他必须确保这个大家庭里的30只虎猛的安全。完成换岗。虎猛在地上和地下寻找食物，所以他们会时不时地踮起脚尖四处张望，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不停地在地里刨挖，平安无事。虎猛通常不会互相争斗，但是如果2只虎猛都想得到同一块食物，难免会发生争斗，以这种古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过，他们只是小打小闹而已。你看，我又要重复之前说过的话了，是不是？动物行为学家认为，群体中的个体数量越多，每个成员与不同的伙伴玩耍的几率就越大。可能是因为群体规模越大，压力就越大，所以需要释放。但是这些虎猛玩耍的时间越长，对周围环境的关注就越少。那么这时候就需要站岗的英雄大展拳脚了。嘿，你们这些家伙，快跑！原来是虚惊一场。一只鱼鹰下河捕鱼，寻找晚餐。凭借机智的天性，小小的虎猛学会了在玩耍时如何避开可能遇到的危险。也就是说，它们能够一边觅食一边玩耍，不用在意周围的情况。在欧洲南部伊比利亚半岛的森林里，生活着令人畏惧也令人佩服的动物。但
但可悲的是，伊比利亚狼曾经连续几代遭到猎杀，使它们濒临灭绝。一只狼单独去捕猎是很难成功的。不过，这种动物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它们会形成等级分明的社会群体。一个狼群由一对狼夫妇担任首领，他们做出的决定会影响整个狼群的生存。但是他们的决定不总是能全票通过。在狼群的生活中，玩耍是一项重要内容，可能有助于缓和紧张气氛，这一点与虎猛相同。群体成员之间积极互动是保持群体团结的关键，同时还能缓和权力斗争。每个成员都可以再次确认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有外来者靠近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可能会降低狼群的稳定性。领头的公狼首领负责迎接这位不速之客。按照规矩，外来者和狼群的首领应当互相打量，但是公狼首领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为了显示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他还是摆出了对决的架势。这位外来者决定，这一回最好还是走为上策。一头死去的狍子成为狼群这一天的大餐。狼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捕获的猎物来维持生存的，狼和兀鹫一样，也是出色的食腐动物，对维持它们所在的生态系统的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母狼首领总是第一个进食，其余的成员必须耐心等待。他们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有的狼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只有一只狼假装不知道进食的规则，其实它是在试探母狼首领的耐心。一个团结的狼群会毫不犹豫地保护自己的首领。所有的裁判都知道，对规则的准确解释往往很难。比赛何时开始或结束可能都不明确，直到有一方越线。狼喜欢玩各种游戏，不仅是为了缓和群体的紧张关系，制定等级制度，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各个成员之间的联系。从2月到4月，头狼夫妇给自己放假，他们暂时离开狼群，为自己寻找一点私密空间。在求偶期间，他们会上演一种更加恶作剧的游戏。这是一场求偶游戏。不过，在这段时间，发情的动物不仅仅是狼。欧洲的爱鼬1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生活，现在它们离开洞穴，外出寻找配偶。每年的这个时候，雄性爱鼬会变得非常好斗。如果2只雄性相遇，就会发生激烈的争斗。
这只雄性爱幼一心想追求一只雌性做它的配偶，甚至顾不上进食。啊，它在这里。初次见面时，这种好斗的动物会玩一种恋爱游戏，以免伤害对方。这个例子说明，成年动物也会表现出幼稚的行为。雄性爱幼试图咬住雌性的脖子，雌性就会一动不动。但是很快就变成了一场你逃我追的游戏。总的来说，大多数雄性动物的游戏更粗暴，持续时间更长。雌性动物更喜欢温和的游戏，它们停止玩耍的年龄要比雄性早。不过，它们产下幼崽后又会重新开始玩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游戏已经成为一些动物求偶的重要手段。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没有游戏就无法求偶了呢？完全不是。玩耍是一张万能牌，能够有效地取代狼群的等级纷争和虎猛之间的夺食之战。游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可以缓和紧张关系，彼此培养感情，让求偶变得更加容易。或者通过玩耍试探对方的能力，从而决定是否选择对方做自己的伴侣。雌性爱幼被打动了。位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的瓦尔德斯半岛是一个独特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由于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这里成为地球上的非凡之地。最著名的是在这片海岸边游荡的虎鲸。这个虎鲸家族已经学会了在陆地上游泳。只有瓦尔德斯海岸的虎鲸能用这种危险的方式捕猎。这种行为叫做主动搁浅，就是将半个身体离开水面，冲上海滩，使自己面临搁浅的风险。这种捕猎技能在这个关系密切的虎鲸家族中代代相传。9月。这些著名的虎鲸在瓦尔德斯海岸边不停地游荡。他们这么做是出自一个特别的原因。他们想捕捉象海豹幼崽。
在出生后的前3周，海豹幼崽可以尽情地进食。之后的某一天，它们突然就要自食其力了。海豹妈妈再次交配后，已经回到大海，留下几百只海豹幼崽自谋生路。幼崽们现在吃什么呢？一开始和朋友玩耍是一种很好的消遣方式。但是，当它们经受饥饿与高温的煎熬时，充分显现出幼崽的经验不足。虎鲸期待已久的时刻即将到来。虎鲸不会立刻吃掉捕获的猎物，小海豹暂时起到了另一个作用。是的，你猜对了，又到了玩耍的时候了。这种捕捉游戏在世界各地的虎鲸家族中十分常见。这种游戏可以让年轻的虎鲸在相对安全的空间第一次接触到活的猎物。那么，这种游戏对虎鲸有没有教育意义呢？和狮子的情况一样，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虎鲸小时候玩耍的越多，长大后捕猎能力就越强。有时捕猎训练结束后，虎鲸甚至不会吃掉猎物，而是让小海豹回到岸上。
其实，今天真正吸取教训的，应当是这只象海豹幼崽。今后要想再次靠近海边，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目前为止，我们只观察了贪玩的哺乳动物。但是，生命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其他物种也会嬉戏玩耍。比如鸟类，我们都知道，乌鸦等鸟类是热衷于玩耍的动物。在加拿大，甚至有人看见乌鸦用树枝当滑板从屋顶上滑下来。还有一些爬行动物，比如鳄鱼，它们互相喷水玩耍，还会驮着对方顺流而下。有人还见过鱼和蝌蚪玩气泡。信不信由你，喜欢玩耍的不仅仅是脊椎动物。最近的研究发现，甚至软体动物也会玩耍。一些种类的章鱼通过探索新的物体自娱自乐，甚至会与自己的猎物一起玩游戏，把猎物喷出去，然后再去追。显然，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离其他动物越远，认识动物玩耍的规律就越发困难。我们通常把玩耍这种行为与所谓更聪明的物种联系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不关注一下更简单的生命形式是如何玩耍的呢？比如昆虫。或者更进一步，想象一下微小动物是否也会玩耍呢？如果能证明这些小的细胞也会玩耍，是否可以推断，玩耍是从地球出现生命以来就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呢？也许不会玩耍的生命甚至不应该称为生命。但是目前这些更简单的动物是否会玩耍，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让我们再回到开始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玩耍可能有益于某些物种的生长。在建立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确定等级地位、求偶以及传授知识等方面，玩耍通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没有回答一个首要问题：动物在玩耍时会清楚地知道这样做会让自己获得好处吗？或者换一种说法，动物玩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人类为什么要玩耍？因为我们从动物身上看到的其实是游戏对于人类的意义的诠释，也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一种反应和投影。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在做各种游戏，而且极其频繁。对许多人来说，玩耍和游戏是他们生活的支柱。从孩提时代起，游戏就能帮助我们学习，游戏能让我们开心。我们玩乐器，我们喜欢下棋、电子游戏等等。许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即使自己没有参与其中，至少也喜欢观看别人参加体育比赛。与人类最接近的动物黑猩猩也是一样。他们会召集一群同伴一起观看其他黑猩猩玩耍。也许这是一个标志，表明体育作为一种娱乐是最基本的进化基础。毕竟人类玩耍大多是为了获得快乐。如果我们这样做，也许动物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传统意义上的游戏真的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吗？
还是说动物们也喜欢玩耍，纯粹是为了享受快乐？每天都在挣扎求生的动物，为什么不去寻找一点乐趣呢？我们真的那么与众不同吗？玩耍似乎比我们想象的更严肃。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存在风险，尽管会消耗体力，许多动物可能会从游戏中或多或少得到好处。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些好处的背后，可能仅仅是对快乐的渴望。毕竟，想要享受生活的不仅仅是人类。科学家将继续讨论游戏在生命进化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自然选择是否让最顽皮的个体繁殖成功的几率更高，存活的机会更多呢？游戏，一种复杂又令人兴奋的行为，让我们永远保持一份纯真，去探索生命中的乐趣和奥秘。